大家好，我是乐乐妈。喝了几十年的白米粥了，今天才知道原来一直做错了。最近学了一个煮粥技巧，这样煮出来的粥浓稠顺滑，米香浓郁，营养更为丰富。一起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少许的大米，加入多一些的清水，把大米抓洗干净，切记不要双手揉搓，而且清洗大米的次数不需要太多，只需要清洗一次呢就可以了，这样米香味不会流失，做出来的大米粥香气更浓，更能打开人的脾胃，打开胃口。而且清洗的次数过多，大米表面的营养呢还容易流失，一遍就能把大米里面的灰尘呢给清洗完啦。将脏水倒掉，然后先将大米放在一边备用。接下来我们来准备一个陶瓷砂锅来煮，加入多一些的清水，其次煮大米粥呢要用明火，大火把水烧开，不要用电磁炉或高压锅。砂锅主要用料为陶瓷，用它煮出来的粥营养美味健康，最大程度的保留食物的营养成分及鲜味。水开后呢，我们就可以下入大米啦。煮粥万万不可冷水齐煮，真正的煮粥行家呢都是开水煮粥的，这是因为开水下锅不易粘锅，而且比冷水熬粥更省时间。更重要的是，水开后其中的氯已经被蒸发的差不多了，就不会破坏米中的维生素 B1。 这个方法可以将营养成分尽可能多的保留。煮粥的第一步，开大火猛攻5分钟，这步很关键，先用大火煮5分钟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准备2个皮蛋，将外皮去掉。皮蛋、松花蛋作为中国的特色美食，一直备受国民喜爱。皮蛋呢是个营养价值很高的食物，内里有很丰富的蛋白质、脂肪、碳水化合物和矿物质等成分，食用后呢可帮助身体补充营养，还有增强食欲的作用哦。去了壳的皮蛋，我们先将其清洗干净，然后呢先放在一边控水备用。这会儿我们来看看大米粥，现在大米粥已经用大火煮了5分钟，这时呢就可以用大火转成最小火，也是文火呢慢慢的熬上30分钟。可以盖锅盖，盖的时候呢不要太严，露出一点，大米粥呢就不会扑锅了。大小火的转换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香味呢就会慢慢的散发出来了，粥的香味呢由此而出。这样煮出来的粥呢不仅容易开花，而且呢更加香滑，久放呢也不会出水，煮出来的粥呢更加的香浓。这个时间我们准备一块猪里脊，将其切成薄片，再切成细丝，最后切成小肉丁。切好装入盘中备用。皮蛋对半切开，切成细条，再切成小丁，装入盘中备用。这会儿打开盖子看看，粥已经越来越浓稠了。接下来这一步很关键，再由小火转成大火，再次用5火攻10分钟。按照这个步骤做出来的白米粥最好喝。这个过程用勺子不停地搅拌，煮粥时需要不停地搅拌，这是为了让米粒颗颗饱满，粒粒酥稠。粥越搅越浓稠，越搅越顺滑。
搅一搅还能防止粘锅底。熬好的大米粥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，向里面加入一些自己喜欢的食材。我们把肉丁放进去以后呢，煮上1分钟的时间。再加入皮蛋粒，适量的食盐，少许的小磨香油，继续搅拌，再煮上2分钟。加了油，你会发现不光成品粥色泽鲜亮，而且呢入口别样鲜滑。我们在熬粥时记得配菜分开煮，将所有的东西全部倒进锅里熬，其实呢是不科学的方法。因为每种食材所需要熬制的时间呢是不同的，很多百年老粥店的做法是粥和底料分开煮，最后在一起熬煮片刻即可，且不超过10分钟。这样熬出来的粥清爽，辅料和米呢都熬出了味且不浑浊。最后时刻，我们加入少许的小葱花增香即可。好喝的皮蛋瘦肉粥就熬好啦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感谢您的支持。这样煮好的粥特别养人还美味，一口喝下去，浓稠的白粥包裹着香浓的皮蛋和鲜嫩的肉粒，再配上一盘小咸菜，哇塞，简单的早餐，丰富的营养。喜欢皮蛋加皮蛋，喜欢青菜粥就加入青菜，喜欢白米粥就做成白米粥，可以做的稠一点，也可以做的稀一点。如果更喜欢喝稠一点的，最后就用大火熬的时间呢长一点，熬15分钟，米粥呢就会变得特别的浓稠顺滑。喝上一口生津开胃，健脾养生。一碗浓稠适中，热乎乎的粥，吃完浑身都暖乎乎的，人还倍舒服。用它做早餐，一整天都精神满满。熬粥可是一门技术活，太稀不好喝，太稠又觉得噎得慌。如果您也比较喜欢喝粥，今天的方法一定要学起来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如果您看完视频觉得有食欲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。别忘了关注我哟，感谢您的支持。我是乐乐妈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